我是侯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夫人身娇体弱，要我在夜里替她伺候侯爷。只要3年，就放我自由身。可今天刚满3年，她却反悔了。最后一次，过了今晚，我就带妹妹离开这里，去江南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夫人今晚还是不肯认。妾身怕羞。夫君，该起床更衣了。怎么，自己咬的不认识了？妾身下次一定注意。无妨，为夫就喜欢你这样。小姐恕罪。贱婢，你竟然敢咬侯爷！让你当了3年替身，就把你胆子养肥了！小姐，当初您说只要我做3年替身，就放我出府。如今3年已到，请小姐开恩，放我离开。怎么，想嫁人吗？别急，等再过2年，我就把你配给门房家的儿子。可他是个傻子啊！不然呢？你不嫁个傻子，以后还怎么替我伺候侯爷？侯爷，妾身其实不是师父。请侯爷恕罪。你和夫人身上气味不同，这点偷梁换柱的小把戏，还瞒不住本侯。侯爷既知晓，可否放奴婢离开？你是夫人的丫鬟，我若插手，岂不是伤了夫妻情分？这样吧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名分。名分？可是奴婢不想要名分，奴婢只想离开。给名分还不够，你想当主子？夫人，你这丫鬟如今养的心气不小。小姐，贱婢，竟然妄想当主子！我看就该把你扒光了扔到街上，让大家都看看你刚才下贱的样子。你啊，杀人就不能轻点？瞧瞧，都红了，是不是很疼？妾身就是不喜欢他那个狐媚样子嘛。那把他的手脚绑住，嘴也堵住，不让他惹夫人烦心。把头也蒙上。侯爷威武不凡，已经让他享受的够多了。好，不过一个低贱丫鬟，夫人说怎样就怎样。原来我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人，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物。奴婢身份低贱，不配伺候侯爷，只希望侯爷和夫人恩爱一生，白头偕老。不行，就你跟我容貌最相像，你走了，侯爷怎么习惯？奴婢无福伺候侯爷。也罢，你走吧。你妹妹花岁年纪小，更娇嫩，让她替你伺候也是一样的。不，我妹妹还小，伺候不好侯爷的。我看
不如今晚就磨磨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跟你无关，出去！奴婢知错了，是奴婢痴心妄想，只求小姐再给一次机会。瞧把你吓的！姐姐，快走！这才乖嘛。以后花岁过得好不好，可就全看你的表现了。又到中秋团圆了。姐姐，猜猜我是谁？真是小傻瓜，花岁。姐姐虽然无能，但幸好还是护下了你。快来人呐！花岁跳河了！凋零的花，纯白无瑕。他是被人害死的，他是被人害死的！吵吵闹闹的干什么？都反了天了！一个小丫鬟死了就死了，喊什么喊？真是晦气！侯爷宠幸他，他还敢咬侯爷，该死！还敢寻死，弄脏侯府的水，就该治他个挫骨扬灰之罪。这簪子赏你，回去把身子洗干净再来伺候，别把晦气传给侯爷。花岁的命就这一只簪子。陆百合、顾雪夜，你们这两个畜生！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两个付出代价，我要你们不得好死！听说大爷的病又重了，老夫人正四处找人冲喜，只要愿意嫁，以后就是大夫人。大爷撑不了几天了，嫁过去就要守寡，谁能愿意啊？花岁，放心，姐姐一定会为你报仇，哪怕要我嫁给将死之人。已经半个月了，让老二媳妇儿给檀儿寻个妻子，怎么还没消息？说是问遍全府，都没有合适的姑娘愿意嫁。檀儿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再找不到人，难道真要她在地下做孤魂野鬼吗？我嫁。奴婢宋开云，愿意嫁给大爷，一生为大爷诵经祈福。丫头，你可知道檀儿时日无多，嫁给檀儿就要为他守寡一辈子，你真的愿意？奴婢愿意。奴婢仰慕大爷多年，只是身份卑贱，不敢高攀，如今能嫁给大爷，奴婢三生有幸。好孩子，跟我一起见见檀儿吧。大爷，你再这样，不等老夫人给你找到媳妇儿，你就先死了。正因如此，早点死，才不会连累无辜的女人。
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檀儿，快看看，这是你未来的妻子。我妻子？奴婢宋开云，见过大爷。滚出去！开云虽然身份低了些，但模样俊俏，又温柔小意，你还有哪里不满意？我是将死之人，只想清静。檀儿，你说这种话是想疼死为娘吗？大爷，你就非要孤零零的离开，让老夫人心疼吗？老夫人，容奴婢伺候大爷几日，大爷定会愿意。好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侯府就明媒正娶，迎你进门。像你这种贪慕虚荣的女子，我见多了。滚！大爷，您不用费心赶我，我不会走的。你以为有母亲撑腰就能赖在这里？我嫁给您，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是来和您做一笔交易。您知道当年是谁给您下的毒吗？你说什么？您15时生过一场大病，虽然山医先生妙手回春，把您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可毒已入骨，从此缠绵病榻，活不过30岁。山医先生，我说的对吗？是，那毒太过霸道，伤了根本，无法根治，只能勉强续命。大爷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当年是谁对您下的手？当年您中毒之前，二爷陆百环才刚刚被过移到侯府，您是嫡长子，他却是庶出。若您死了，你说，当年下毒的人是陆百黄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陆百恒用房的书架后头有一道暗格，我替顾雪行送醒酒汤时，亲眼看见陆百恒从那暗格里取出一个小瓷瓶，倒进您的药碗里，暗格里还有半瓶没用完的药粉。大爷若不信，让人去搜，一搜便知。大爷，您是嫡长子，本该承袭侯府，却缠绵病榻，活不过30岁，您不恨吗？把侯府交到陆百恒这种人手里，您甘心吗？你倒比我想的更有胆量。陆百恒和顾雪燕害死了我妹妹，我想报仇，只有一条路，嫁给大爷，成为侯府大夫人，名正言顺地留在府中。作为交换，我帮您对付陆百环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。你一个没读过书的丫鬟，凭什么觉得能扳倒侯爷？凭我3年忍辱偷生，把每一个人的嘴脸都记在心里的狠劲儿，凭我为了妹妹，连死人的妻子都敢做的决心，更凭大爷您。您饱读诗书，精通权谋，只是被这副病体困住了。我做您的刀，您做我的盾，我们联手，未必不能成事。你就不怕我活不到哪天？那我宋开云就替您活着，替您报仇，替您看着陆百恒的下场。菩萨保佑，檀儿终于同意娶妻了。快把我那副翡翠头眼给开云送去，再给他好好置办几件衣裳。是，通知何府上下，明日摆宴，我们侯府有大夫人了。花穗，姐姐马上就是侯府的大夫人，你在天上一定要好好看着，姐姐怎么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宋开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味儿？臭死了！杜花穗，一个下人竟还敢私设灵堂，真是荒唐！晦气，赶紧撤！恕奴婢不能从命。宋开云，你还要闹到何时？你莫不是想用这个要挟侯爷抬你做姨娘？抬你做姨娘也未尝不可，只要你……侯爷，这是我妹妹灵钱，请自重。本侯宠你，你还拿起桥来了？崔嬷嬷，砸了灵堂。我们侯府明日可有喜事，不能让这晦气东西冲撞了未来大夫人，不许动我妹妹。大夫人深得老夫人的欢心，若是冲撞了她，坏了大爷的好事，你这条贱命可赔不起。乖乖的收了灵堂，回去好好伺候侯爷。二位口口声声未来大夫人，可知她是谁？是谁？我？你？
一个奴婢也配？崔嬷嬷，还等什么？动手！住手！明日就是宴会，你们就不怕动静闹大了，惹怒老夫人？侯爷，老夫人向来心疼大爷，若是闹大，怕是会惹他不悦。罢了，本侯便恩赏你休息一日，明天过后好好回房伺候，莫再放肆。侯爷，您就是太善良了，他这种人的命啊，比草还贱，根本用不着怜惜。陆百合、顾雪燕，我会用你们看不起的这条贱命，把欠我的一笔一笔讨回来。今天把你们都叫来，是有件喜事宣布，咱们侯府有大夫人了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大爷！母亲，是哪位姑娘这么人气？不管是谁，往后妾身和侯爷都会以礼相待。她是大嫂，你本来就该以礼相待。雪燕的意思是一定会敬重大嫂，事事都听大嫂的，就算将来大哥不在了，也一定好生护着，谁都不能欺负她。对，妾身还给大嫂准备了贺礼，一定让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出来吧，让大家都见见。是你！宋开云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谁准你碰大爷的轮椅？滚开！住手！母亲，她是妾身的陪嫁丫鬟，身份卑贱，怎配触碰大爷？妾身这就把她赶走。谁说她是丫鬟？母亲，她本来就是。她是檀儿的妻子，侯府的大夫人。大哥，你娶她？你竟然娶一个陪嫁丫鬟？开云很好，我很满意。不可能，大哥，你怎么能娶一个奴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侯府的脸还往哪儿放？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放肆！开云是我亲自选中的儿媳妇，谁有异议？母亲，大哥成亲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跟儿子商量一声？怎么，你大哥的婚事还需要先跟你商量？儿子不敢。开云，过来。今日把你们都叫来，就是要让你们认认主子。从今以后，开云便是侯府大夫人，何府上下见之如见我。见过大夫人，见过二弟、弟妹。老二家的，你们还不见过你们大嫂？母亲，无妨，二弟和弟妹可能一时还不太适应。见过大嫂。老二家的，你聋了？见过大嫂。二弟弟妹不必多礼，往后一家人不必拘束。大嫂说的是，今天是大嫂与兄长大喜的日子，二弟也备下了一份薄礼。这串东珠项链品相上佳，稀有难得，望大嫂笑纳。二弟有心了，这才像话。母亲，儿媳想向您求个恩典。儿媳想求您将红袖姑娘拨给弟妹伺候。不行，母亲，红袖是您身边的人，妾身怎么敢使唤？再说，妾身有崔嬷嬷和崔玉就够了，求母亲收回恩典。你大嫂一番好意，你倒挑三拣四。侯爷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雪燕，大嫂说的对，你身边确实冷清了些。红袖姑娘是母亲调教出来的，知书达理，正好请你分忧。侯爷，多谢母亲和大嫂体恤，儿子替雪燕谢过了。红袖，
往后好好伺候二夫人和侯爷。是，老夫人，奴婢一定尽心尽力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连基本的教养都忘了吗？谢母亲恩典，谢大嫂恩典。这还差不多。开云丫头，你刚进门，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。是，母亲。都散了吧，今晚设宴，何府同庆。是。侯爷，侯爷，我们走。弟妹且慢。弟妹，这是大嫂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并蒂连簪，寓意夫妻恩爱，白头偕老。这支簪子，就当是大嫂提前给侯爷未来新人的贺礼。宋开云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弟妹不喜欢便罢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宋开云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给我送贺礼？你给我记住，奴婢永远是奴婢，就算穿上了这身衣裳，也改不了你自己的下贱。住口！开云是我的妻子，侯府的大夫人，一口一个贱婢，是在骂我陆田有眼无珠，还是在骂我亲老糊涂？二弟，你管不管？够了，还想丢人，给我回去！你再闹，是想让全府的人都看笑话吗？大嫂，雪雁今日身子不适，言语冲重，还望大嫂见谅。弟妹身子不好，我这个做嫂子的自然体谅。冯秀，还不快扶二夫人回去歇着？二夫人，奴婢扶您回去。滚！不可理喻！冯秀，跟我走。贱人，贱人！夫人息怒，那宋开云不过是攀上了大爷，大爷那身子骨能活几天还不一定呢。等他守了寡，还不是任您揉捏？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把宋开云的身契拿来，我要把他卖到窑子里去。一个暖床的贱妇也敢骑到我头上，就算母亲不高兴，我大不了领一顿罚。夫人，宋开云的身契一早就被老夫人要走了。花穗，姐姐回来了，今天有你最爱吃的桂花糖糕。花穗的牌位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陆百合、顾雪天，你们敢动花穗的牌位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大夫人，请留步。让开！他们毁了花穗的牌位，我要去讨个公道。大夫人，你误会了，牌位没有被毁。你说什么？大夫人，请进。是我让人布置的。你屋里的案桌太小，这里是单独的一间，以后花穗可以安安静静的待着，不会有人来。还有这个，我的生气，我托母亲从顾雪雁那里要来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奴婢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都没有后顾之忧。太爷，谢谢你。不许跪！我说过，你是侯府的大夫人。太爷，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大爷，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除了花穗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为我想得如此周全。不必言谢，是我委屈了你。为一个将死之人，你在生命最后的尽头与你陪伴，深入天野追恋。可爱的，却又为救万福。对不起，委屈你嫁给我这种人，要害你早早守寡。爷，是我自愿要嫁给你的，你不欠我的。你活着，我伺候你，帮你报仇。你说，我便为你守身一辈子。大爷穿上这件新衣裳，一定显气色。开云姐姐，是我，红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侯爷有意让奴家夜里伺候，二夫人却不许，还把奴家调到小厨房里烧水，根本不让奴家进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个给你，这是什么？一点安神的药。二夫人近来火气大，睡不安稳，你想法子让她服下，好好歇一晚。是，多谢大夫人。2年前，顾雪雁冤枉我娘偷首饰，把我娘活活打死了，我真恨不得她永远醒不过来。
贱婢，竟敢爬本侯的床！谁叫奴婢一见到侯爷就忍不住了？你就不怕被夫人发现？奴婢啊，早就让夫人安睡了，不到天亮她醒不来。你这个狡猾的小东西！奇怪，昨晚睡了那么久，怎么总觉得没睡好，好像身边很吵一样。贱婢，你来做什么？奴婢是来提醒夫人，以后可别再睡得太死，连侯爷被人睡了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昨晚就在夫人身边，侯爷好好疼爱了奴婢呢。不可能，侯爷不会的，一定是你撒谎。本来想叫夫人出去的，可惜侯爷太入迷，忘了。来人呐，快叫大夫！二夫人昏过去了。宋开宇，你还有脸来？是你让红袖那个贱人勾引侯爷，对不对？弟妹，喝药吧。你少在这装好人，别以为当了几天大夫人就能骑到我头上。我告诉你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是个卑贱的奴婢。弟妹骂够了，药凉了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是我不小心，不关弟妹的事。宋开云，这贱婢装什么好人？你给我等着！大夫人，您的手怎么烫成这样了？顾雪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顾雪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侯爷，是他让红袖那个贱人勾引你，故意来气我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只看到你发疯伤人。大嫂是母亲点头的大夫人，你跟她闹，是想让母亲知道你不贤不孝。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她一个暖床的贱婢，有什么资格当大夫人？够了！你要闹到全府都来看笑话，还嫌不够丢人？给我安分点！大嫂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侯爷言重了，大爷还在等我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开宇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大爷什么都不缺，我亲手给他缝了新衣服，还做了这辆轮椅，比之前的更舒服，可以经常推他在花园里转转。人呢？大爷，先生，大爷他怎么了？大爷他怕是熬不过今天。大夫，求你再想想办法。大爷这身子骨本就亏空的厉害，这次不知怎的突然恶化。大夫人放心，老奴定当尽力。大爷，你不能死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暂时稳住了。开云，大爷，您吓死我了！别费心了，这副残躯，多活一日少活一日又有什么区别？大爷说过，要让我做您的刀，您做我的盾。这才几天就要食言，刀还没出鞘，盾就要倒了。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你这张嘴啊！你的手怎么了？不小心烫的，不碍事。大爷，您别只看到我的手伤了，也看看山一先生的手。您每次不肯喝药，山一先生就要重新配伍、重新蒸煮、重新施针。他的手比我的手伤的重多了。我知道，以后你们煎的药，我会好好喝。怎么了？这药不对，大爷的病突然恶化，不是因为旧疾复发，是有人往药里下了东西。奴婢打听到了，大爷今日犯病，山医扎了半天针才救过来，连药都灌不进去，看样子是活不了几天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那个病秧子早该死。到时候我看那个贱婢还怎么嚣张。到时候她成了寡妇，还不是任夫人拿捏？拿捏？我可不会便宜她，我要把她卖到最低贱的窑子里去，让她千人骑万人跨，让她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大哥，
你快点走吧，我等不及了。果然是他。你不要怕，我父亲去世前给我留了一批暗卫，一直放在庄子上操练。明天我给你拨2个，顾雪燕奈何不了你。大爷，您知道您要是走了，我是什么下场吧？守寡，要么去庙里，要么去守墓，反正不能留在府里。您的仇没报，我的仇也没报。您给我暗卫，护着我多活几年，但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爷，不要死，为了成全我，多坚持一段时间可以吗？宋开云，就算我多活一段时日，你又能怎么报仇？让红袖勾引陆百合，让顾雪燕失宠痛苦，这就是你的手段吗？是，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。逞一时之能，图一时之快。然后呢？顾雪燕身后有娘家撑腰，有银子，有人脉，你把她惹急了，她反扑过来，你拿什么挡？空有一个大夫人的名头，远远不够。等我死，你连这层身份都会失去，到时候谁护你？还有家世，有身份，我不过是个孤女，能拿出来拼的只有这条命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你死了，仇就报了吗？开云，永远不要当莽夫，你还有更宝贵的东西。这是……我这一辈子被困在这副破身子里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。你很聪明，只是缺人教。从今天起，跟我学。大爷，我不教你害人，我教你算账、看账本、管人办事，让你手里有东西，心里有底。顾雪燕有娘家撑腰，你就自己给自己撑腰。我能学会吗？我说你能，你就能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你啊，每次写到这个坛字，下笔就变重了。因为很重要。什么？爷，您怎么样了？无妨，都可习惯了，继续练字吧。不写了，写累了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爷陪我去花园逛逛吧。好，陪你。病了之后，就很少见到这样的太阳了。没想到生命的最后这段时光，还有这样的福气。那爷以后多陪我出来逛逛。红袖那个贱婢，仗着侯爷宠她，竟敢当着我的面给侯爷喂葡萄，我恨不得撕了他的嘴。夫人息怒，红袖不过是个玩物，侯爷新鲜几天就腻了。倒是大夫人那边，宋开云更该死，要不是他，红袖那个贱人根本到不了二爷身边。再过半月就是老夫人的寿宴，到时候宾客满堂，若是大夫人送的寿礼出了岔子，老夫人面上无光，自然不会再护着她。今日我教你的，可还记得？借力打力，一箭双雕。这3个月，开云把府里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谭儿的身体也比以前好了些。老身甚是欣慰，谭儿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母亲过奖了，都是大爷教导有方。好了，都别拘着了，谁要送礼，赶紧的，我这老婆子等着看呢。母亲，儿子寻了一幅前朝李成的松鹤探雪图，祝母亲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有心了。母亲，儿媳也备了一份薄礼，祝母亲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福泽绵长，儿孙满堂。你进门这么久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提什么儿孙满堂？妾身有口无心，还望母亲宽恕。老夫人，
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，不如先看看二夫人准备的贺礼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她能送出什么花来。弟妹，还不快献礼？大嫂，我的礼若是得了母亲喜欢，你可别后悔。这是血书经文。雪雁入府以来，承蒙母亲照料，所以赐血写经，只愿母亲身体安康，万事如意。倒是有心了。弟妹孝心可嘉，不顾自己身子娇弱，放了这么多血，可见是真心敬重母亲。你这孩子一向大气懂事，看到你们妯娌和睦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嫂说的对，就是还不知道大嫂为母亲准备了什么礼物呢。儿媳祝愿老夫人萱草称春，慈铺永驻，年年岁岁皆平安。这观音像真是精美，看着竟还与老夫人有些相似。是啊，真是有心。大夫人，这观音像真好看，奴婢帮您拿到寿台上吧。五谷娃娃，大夫人，你怎么能在老夫人的寿礼中藏着诅咒之物？宋开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亲恕罪，这东西儿媳不知怎么会在这里。母亲，这上面写着您的生辰八字呢。宋开云，你竟然要咒我死！儿媳冤枉，请母亲明察。母亲，开云的为人，儿子最清楚。况且他对您又是一心敬爱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这娃娃怕是有人故意陷害。老夫人息怒，奴婢有话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，不然饶不了你。这五谷娃娃是大夫人指使奴婢做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母亲，您可千万不能心软啊！母亲，儿媳绝没有做过此事，求母亲将那娃娃拿来，让儿媳仔细看看。不可，母亲，宋开云诡计多端，谁知道又有什么坏心思？拿过来。这布料有问题。老夫人，这么个邪祟的东西还能有什么问题？我看就是他宋开云不怀好心。这个娃娃身上用的是御赐的天蚕雪锦，何府上下有这种布料的，除了老夫人，就只有二夫人您了。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心思歹毒，欺辱奴婢也就罢了，如今连你大嫂都要陷害，礼义廉耻学到哪里去了？我没有，都是你这贱婢的错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放肆！你敢打我！宋开云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让我哥哥杀了你！今日大喜的日子，你公然诅咒长辈，该打！贱婢，你枉纪伦常，不敬长嫂，败坏侯府名声，更该打！老夫人，您不能听宋开云的一面之词。红袖是人证，是他亲口说的，五谷娃娃是宋开云让他做的。红袖，你快说啊，是宋开云逼你偷的天蚕雪锦，你陷害我，对不对？老夫人，奴婢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五谷娃娃是二夫人亲手做的，她逼奴婢陷害大夫人，奴婢要是不听，她就要杀了奴婢腹中的孩儿。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陆雪雁果然找了我，她让我在老夫人寿宴上当众指认你。她倒是心急，只是情急之间必然出错。竟然用了这布料，大夫人好手段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只是让她自食其果罢了。顾雪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红袖，你真的有身孕了？2个月了。你这个毒妇，要不是红袖机灵，就被你害死了。侯爷，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肚子里不知道是谁的眼。够了，满口污言秽语。你身为侯府的二夫人，还知不知道什么是体面？侯爷别说了，就算二夫人粗鄙，大庭广众之下也要留几分体面。
还是你懂事？你这个贱人！放开我！我要撕了他的嘴！把他按住！母亲，你也要帮着他对付我吗？我一个糟老婆子，哪里敢对付宰相的千金？你身子不好，以后就在院子里养着吧，别出来走动了。还有你那个丫鬟，带坏主子，拉下去打20板子，发卖出去。老夫人饶命，小姐救救我！老夫人，红袖是被逼的，求您饶了她这一回。你倒大了，罢了，看在她怀着侯府的血脉，挑个好日子抬了做姨娘吧。谢老夫人。开云，今日委屈你了，你二弟妹实在不中用，府中的中贵从今往后便由你主持，儿媳一定尽心。不行！母亲，我才是侯府夫人，您怎么把府里中尉交给大嫂？何况大嫂只是个奴婢出身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怎么可能会管账？放肆！开云是你大嫂，你一口一个奴婢，是想打谁的脸？我老婆子的吗？儿媳不敢。宰相千金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我们侯府怕是坐不下你这座大佛，交出钟馗，还是回你的相府，你自己选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妻身子不适，这些日子确实力不从心。钟馗交给大嫂，儿妻求之不得。弟妹放心，你做不到的，大嫂来做。多谢开云姐姐助我得了名分，否则还真不知要受那顾雪燕多久的气。你我携手幸祝，何须言谢？只是什么？顾雪燕一向多疑又欣喜，你假孕一事，终究瞒不了多久，必须要早做打算才是。红袖无依无靠，今后全听姐姐吩咐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弄床的贱婢，也配管我？夫人，您先消消气。如今您被禁足，外头的事儿插不上手，发火也没用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那个贱人骑到我头上。如今最要紧的是抓住侯爷的心。侯爷若是心疼你，帮你在老夫人面前说几句话，禁足自然就解，钟馗也能慢慢拿回来。侯爷，他现在眼里只有红袖那个狐狸精。红袖不过是仗着肚子里那块肉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新鲜劲儿过了，侯爷自然会想起您的好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你替我去盯着红袖，她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。老奴明白。杏花楼的老鸨，红袖找他做什么？真没想到顾雪燕竟然这么轻易就上钩了。人如穷相，便会失了理智，一旦失了理智，便离死不远。他害死花穗，又害你性命，我必让他万劫不复。夫人，人带到了。老实交代，红袖那个贱人找你做什么？哎呦，夫人，你这话问的可真好笑。哪有女人到我们杏花楼的？我们夫人可没有那么多闲心听你胡扯，你最好老实说，否则明日你们杏花楼别想做生意。我说，这女子到杏花楼嘛，无非就是学一些争宠讨好男人的手段。什么手段？夫人，那些东西上不了台面，您还是别问了，脏了耳朵。我现在连侯爷的面都见不着，还怕什么脏耳？说，无非是些香粉、药膏之类的东西，涂在身上，点上香，男人闻了就离不开。还有些房中术的方子，拿来，我全都要。夫人放心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这是定钱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多谢夫人。夫人，您真的要用那些东西？只要能留住侯爷的心，什么手段我都不在乎。夫人今日与平常不太一样。侯爷，
人家想您了。几日不见，倒是学会勾人了。侯爷，今晚让奴伺候你，好不好？顾雪烟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得旁人。夫人昨夜里辛苦了，花样这般多，着实叫为夫惊喜。只要侯爷高兴，妾身什么都愿意做。夫人还有什么花样没有呢？为夫等着。侯爷，夫人，昨夜侯爷闹得那般凶，您身子可还受得住？只要侯爷的心回到我身上，再受不住，我也受得住。去，叫老鸨来，我要多学些花样。夫人，此事不是长久之计。去办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宋开云，你以为夺了钟馗就能压住我？等我抓住侯爷的心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姐姐，我这肚子再塞棉花，怕是要露馅了。最近侯爷跟顾雪燕怎么样？新鲜了一阵子，不过这半个月，二夫人没学到什么新鲜东西，侯爷又开始往我这儿跑了。腻了，快了。正是好时候。姐姐的意思是，顾雪燕这个人，你越是拦着她，她越要往前冲。你让她得手几次，她就会以为这条路走得通，越走越远，越陷越深。等她走到悬崖边，不用我们推，她自己就会跳下去。这些招数都用过了，没什么新鲜的。侯爷已经玩腻了，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？夫人当真要学？支支吾吾的干什么？有什么法子都说出来。夫人你呀，还是太端庄，爷们儿都喜欢风骚的，爷们儿都恨不得死在上面呢。放肆！如此污言秽语，简直脏了夫人的耳朵。说下去。夫人，夫人应当去楼里瞧一瞧，看看姑娘们是怎么服侍爷们儿的。尤其是花魁那身段，爷们儿一看骨头都酥了，哪怕学的那么一两招，也是受用不尽。我堂堂侯府夫人，宰相千金，怎能去那种烟花之地？带上帷幔，谁知道是你？夫人，千万不能去啊！这万一被人知晓，不只是你，连咱们相府的名声都会毁了的。闭嘴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半点不能为我分忧。你还有更好的法子能帮我拢住侯爷的心吗？你来安排。是。好好盯紧了，千万不能让人发现。派人给宰相府递张帖子，就说杏花楼来了新花魁。是。爷，您可好久没来看奴家了。好，跳得好，赏。夫人这身段
当真是天生媚骨。只不过男人喜欢的是放得开的，您这跟庙里的菩萨似的，哪个爷们儿提得起兴致？那你教我。待会儿楼里有场歌舞，夫人可敢上台演一场？不行，我怎么能在那种地方抛头露面？夫人怕什么？到时候纱帘一挡，灯光一照，只看到身段，看不到脸的。夫人若是能替我这一场，无人发现，便算出师了。以后不必再来找我，天下男子都将为您倾倒。好。好，顾丞相您瞧，杏花楼竟来了个这么风骚的小娘子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本相出5000两银子，今晚谁都不许跟本相抢。顾丞相可真是大手笔，只是不知道等他看到这位花魁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会是什么表情。扬州最极品的瘦马也不过如此，这细皮嫩肉，樱桃小口，尝上一口，必定是人间极乐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到了这杏花游就是伺候爷们儿的。顾宰相，今晚这位花魁小娘子可是您的人了。温香软玉，人间极品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顾丞相，你们认识？爹，救救我！顾丞相的女儿，那不是陆侯爷的夫人吗？堂堂侯府夫人，怎么跑到青楼来伺候人？走！顾丞相，这位姑娘今晚的过夜钱您还没赏呢。够了吧？够了够了，顾丞相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是你，宋开云，原来是你害我！蠢货，我这辈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堂堂丞相之女，侯府夫人，跑去青楼卖笑，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让侯府的脸往哪儿搁？蠢货！这辈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堂宰相之女，侯府夫人，跑去青楼卖笑，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让侯府的脸往哪儿搁？爹，是宋开云害我，是他设计害我的。宋开云，陆檀那病秧子的妻子。对，就是他，他恨我，他要毁了我。你说他害你，有证据吗？我亲眼看见他在2楼，他一定是跟老鸨串通好的，故意让我上台，故意让爹看见。行了，我现在带你回侯府。如果真是他害你，我替你做主。再闹出这种丑事，我饶不了你。贱婢，你害我！夫人，使不得，够了！这门口
口闹什么？爹，就是他，他和宋开云一起害我，设计让我在杏花楼出丑，你快杀了他！二夫人，您这是哪里来的话？什么杏花楼？奴婢怎么听不懂？明明你刚才就在杏花楼，跟宋开云那个贱人一起看着我出丑，他肯定就在你马车里，你让他出来！杏花楼是青楼，别说大夫人不可能去，就算是我这种身份低微的妾室也不会去。好端端的二夫人，你去杏花楼做什么？闭嘴！这么晚了，闹什么闹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弟妹这话好生奇怪，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？明明在杏花楼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在2楼跟红袖那个贱人站在一起。什么杏花楼？你穿成这个样子，大半夜的去杏花楼做什么？开云今晚一直在陪我解闷，从晚饭后就没离开过我的院子。你说他在杏花楼，你是说我老婆子也去了杏花楼？你不是说他害你吗？现在又怎么解释？不是，我明明看见。你看到什么？穿成这样去那种脏地方，你还有脸说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谢雪，我教你无方出了这样的丑事，无颜面对，人交给你了，留他一命，其余任你处置。爹，不，你不能不管我！爹，做出这种丑事，还有什么脸叫我爹？好自为之吧。明明在杏花楼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一个易容术就把你骗了，真是愚蠢！是你害我！红袖，我的肚子好疼！红袖，侯爷，我流了好多血，我好怕。怎么会这样？侯府血脉凋零多年，这可是侯府的第一个孩子。二夫人，就算我千错万错，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能有什么错？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手？这孩子身上可流着二爷的血呀！老夫人，求您为我做主。侯爷，他在陷害我，千万不能相信他，那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舍得用他陷害你？侯爷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红袖，大夫，大夫！顾雪燕，你这个毒妇！要是红袖的孩子真没了，老身绝不会放过你。母亲，我真的没有，您信我，我是侯府的二夫人，怎么可能自降身段去害一个妾室的孩子？你还知道你是侯府的二夫人？瞧瞧你这身打扮，伤风败俗，连青楼的继子都不如。老夫人，弟妹这样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眼下还是红袖的身子要紧，我这便去请山医瞧瞧。宰相家的嫡女，我看比开云丫头差远了。孩子保不住了，而且红袖姑娘伤了根本，以后子嗣会十分艰难。她年纪轻轻，又向来康健，就算小产，好好养上一阵子便是，怎会如此严重？这说，从红袖姑娘的脉象上看，最近的饮食中应是混入了一些虎狼之药，哪怕没有今天这场意外，孩子也难生下来。无父，你个毒妇，自己生不出也就算了，还残害红袖怀着的孩子，真恨不得杀了你！陆百合，你不仅不信我，还如此无情！闭嘴！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留你一命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再也别想出院子一步。来人，带二夫人回房。我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宋开云在陷害我，我是冤枉的！你这贱婢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弟妹切莫忘了，尊卑有序。我虽出身低微，但如今嫁了给大爷，你理应叫我一声大嫂。你做梦！
贱婢就是贱婢，别以为顶了个虚名就真成了主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爬到我的头上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他踏出院子一步。把他的嘴给我堵上。开云谢老夫人维护，也谢您没有揭穿我两地分身的小宝戏。你这丫头啊，看着老实，没想到却生出这么多事端。是我冲动了，但我不后悔。我只是想让檀儿有个伴儿，你却把这个家搞得鸡犬不宁。你说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老夫人，我承认用了点手段，也承认自己有私心，但侯府对我有大恩，我绝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事情。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侯府好。说来听听，要是说服不了我，老夫人一看便知，顾雪燕这种毒瘤，早日除除才是正理，否则迟早危害侯府。这些都是……没错，都是顾雪燕偷偷放印子钱的记录。好大的胆子！当今朝廷明令禁止私放印子钱，要是被发现，恐怕整个侯府都要被陛下厌弃。我之前那么信任他，这下可怎么是好？老夫人，您放心，这段时日我已经把印子钱收回来了，收据也都销毁，如今事情已经了结了。好孩子，多亏还有个你。这些都是大爷教我的，如今钟会已经理顺，账上银钱充裕，儿媳愿意把掌家之权交还母亲。我已经老了，既然你管得好，就继续管着。这个家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儿媳不敢。哎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很放心。大爷，夜里看书伤眼，明儿再看吧。无妨，看不了几天了。爷，我想要顾雪燕为我妹妹偿命。如今他人暂时倒下了，可毕竟是宰相的女儿，只要宰相不倒，陆百恒就不会轻易动她。如果宰相变成阶下囚，陆百恒还会这么宽容吗？爷的意思是，明天是花灯会，开云，你陪我看灯。好漂亮，好多人。爷，你看，好多花灯。就这么高兴吗？我这一生习惯了吃苦，本以为日子就这样了，还好苍天开恩，让我遇到了你。陆檀，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儿。我也是。听说今天对着花灯许愿都会实现，爷，咱们快许愿吧。苍天在上，戏女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此生能常伴陆檀左右。苍天在上，我希望死后，大爷，是你。新南只愿死后宋开云大仇得报，然后忘却仇恨，好好生活。苍天在上，陆檀胡说的，陆檀一定长命百岁。宋开云，我是真心的，答应你，不管任何事都要相信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都让让，让让！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陆檀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丹阳郡主，你还记得我就好。当年你在诗会上赢了我，我可记了这么多年。今天花灯会，本郡主要跟你比猜灯谜，输了的请客。郡主雅兴，陆檀奉命。既然是比试，郡主可有筹码？有啊，输的人要请邻家去最好的酒楼吃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下楼来，金钱补落。问苍天人在何方？恨王孙
一直去了。下楼来金钱捕落11，问苍天人在何方12，恨王孙一直去了13。大爷好厉害！这是1到10的字谜，只要想到规律，后面就一通百通。陆檀，你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都猜出来了。郡主过奖。好，本郡主愿赌服输，这就请你去最好的酒楼吃饭。开云，一起去。给母亲请安。这些是……开云丫头，坐下说。这些是摄政王府送来的，为的是他的女儿丹阳郡主。早些年间，丹阳郡主对檀儿一见钟情，只是他家里不同意。如今摄政王松了口，便送来了提亲的礼物。母亲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事儿我已经回绝了。回绝？檀儿是你的丈夫，侯府的大夫人是你。我虽然老了，还不至于糊涂到让外人进门欺负你。多谢母亲。可摄政王府那边，毕竟不好得罪。檀儿的意思是亲自去跟郡主说清楚，我怕你多想，先叫你来说一声。母亲不必说了，郡主那边我已经说清楚了，提亲的事到此为止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们小两口的事儿自己说去，我老婆子不管了。孙媳妇谢过祖母。你早就知道郡主的事？知道，但我没想到她会提亲。有些事，我现在还不能跟你细说。雇佣的眼线遍布京城，我必须小心。我都听大爷的。好，那你替我去一趟江南，有件很重要的东西，你帮我取回来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能完全相信的，只有你。大爷放心。路上小心，我让安伟跟着你。陆檀，好好喝药，等我回来。我答应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让我千里迢迢跑到江南来拿。这是陆百恒的账本。陆檀，原来你是要我亲手报仇。这些账簿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仔细研究才能发现里面记着所有陆百恒贪污赈灾银的证据。陆檀，原来你早就已经把复仇的刀交到了我手中。掌柜的，有没有马车？我要回京城，现在。哎呦，真是不巧，小店的马车都租出去了，半个月后才能回来。半个月？不行，我一天都等不了了。骑我的马。丹阳郡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天，你可真难追啊！陆檀让我来找你拿账本，回京直接交给圣上，他已经托我爹递了折子，雇佣已经下狱了。你手里的账本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陆百恒呢？贪污赈灾银，证据确凿，跑不了。在我之前，陆檀与顾丞相并无恩怨，他是为了我。只有顾丞相倒了，顾雪夜失去靠山，我才能真正报仇。郡主，他如今怎么样了？我走了这么久，他身体还安康吗？陆檀他身子不太好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什么？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暗处看书伤眼睛。你回来了。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？顾丞相眼线众多，有些事不能直接说。如果被他察觉，那么所有仇恨就都无以为了。我给你的东西，
我都看过了，没想到陆百恒这个侯爷不为民生请状，反倒贪墨了这么多赈灾款。是啊，这么多年，他做了太多错事，那些账簿呢？我已经托丹阳郡主将账簿交给圣上了。郡主说，有了这些证据，陆百恒就彻底玩完了。贪污赈灾银两100万两，好一个安远侯！陛下，陆百环身为侯爵，却贪墨赈灾银两，罪不容诛。臣请旨，即刻捉拿归案。捉拿？他跑得了吗？传朕口谕，削去陆秉恒侯爵之位，押入天牢，抄没家产。安远侯府一切事务，暂由陆坛掌管。遵旨。雇佣通缉叛国，私收贿赂，好一个宰相，好一个国之栋梁！传令下去，雇佣革去所有职务，全家下狱，听候审理。民女宋开云，微臣陆坛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宋开云，抬起头来。这些账目都是你查出来的？启禀陛下，是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看出来账目不对劲的？这可不容易。你一个内宅女子，如何能有这般本领？启禀陛下，这些本领都是民女的夫君教给民女的。账本不是这样的，看账本不能一个一个数字比，你要先看总状，再看细目，收支对不上，问题就藏在差额里。这是4柱清团法，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，把这4样理清楚，账就乱不了。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。对，旧管是月初结存，新收是本月收入，开除是本月支出，实在是月末结余。你看这里，旧管对不上新收，差额多了20两，这20两就是问题。所以查账就是找这些对不上的地方。若是没有夫君，民女只是一个一腔余勇的女子罢了。好，陆坛，没想到你这前半生命途多舛，却找了一位好夫人。陛下说的是，能娶到开云，是微臣一生之幸。说吧，这次你们侯府大义灭亲，想要什么奖赏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愿用所有功劳换宋开云一个诰命。陆坛，你疯了！陆坛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这功劳不小，阴风3代都绰绰有余。陛下，臣命不久矣，又无后人，臣死后，只恐妻子孤苦无依。若能给她一个诰命傍身，臣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陛下，民女不要诰命，求您别听他的。陛下，此次侯府出了逆贼，是臣管教不力，唯有宋开云从头到尾无辜。您要封赏，就赏他一人。头一回见，不给自己讨赏，只给妻子的。陆坛当年也是京城数得着的才子，病了这么多年，骨子里还是那个风骨。好了，你们夫妻俩再争下去，朕这金銮殿要成戏台子了。安远侯陆百恒罪孽深重，弑夺爵位，流放宁古塔。陆坛、宋开云大义灭亲，振兴甚稳，故令陆坛承袭安远侯，其妻宋开云诏封庶人。臣父宋开云，微臣陆坛叩谢皇恩。
来救我了。罪妇顾雪雁，还不速速自裁，以谢天恩？不，爷是宰相，我父君是侯爷，你们休想害我，我才不会死！顾雪雁，你父亲很快就要五马分尸了，陆伯环已被判处流放宁古塔，你也逃不过。是你，我劝你想想清楚，你年轻貌美，若真跟着去流放，到时候恐怕连最后的体面都留不住，至少现在还能留一条全尸。宋开云，你竟然成了诰命，还敢来看我的笑话？不，我是来看你如何凄惨死去。贱婢，大胆！宋开云，要不是我带你进侯府，你哪有今天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？难道你忘了？你说让我给你当3年暖床替身就放我走，可结果呢？你要把我嫁给流放的傻儿子，还有华岁。华岁死的那天，我就发过誓，让你血债血偿。顾雪雁，我来讨债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当奴才的命。你也是，当了诰命，也改不了下贱妃子。可我偏偏不信命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宋开云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只看到了你的报应。放开我！就在陨石。华岁，你看到了吗？姐姐给你报仇了。起来，别装死！还有口气，算了，就扔这儿吧，反正也活不成了。你是侯爷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花穗啊。你把我扔进湖里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我也会冷？跪下，磕头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姐姐说过，做人要善良，我原谅你了。风轻萧瑟，如一曲送别挽歌。姐姐，我走啦，你也要好好的。爱上有几多，天涯望月花穗，姐姐终于为你和陆檀报仇了，你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。为什么苍天那么残忍？你这般好的人，却命不久矣。啊！你醒了，是不是我吵到你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等等，我去叫山医。我没事。好，你没事。别哭，我跟苍天许过愿，要宋开云一生快乐无忧。我不哭，都听你的。开云，你别，我们不能做这种事。你嫌弃我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只是个身份低贱的丫鬟？嫌弃我是个残花败柳？我没有。那是为什么？你在我眼里是世上最纯洁、最美好的女子，只是我活不了几天了，
又何必拖累你？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我从没这么想过。你还小，想不了那么久远。我却年长你许多，不能不为你着想。可是我……凯云，我活不了几天了。如果你有了孩子，你后半生怎么办？带着孩子守寡，比一个人更难。我不管。我要你，就是要你，哪怕只此一吻。凯云，你冷静，别……凯云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半年，所以别哭。没哭。如果没有你，我1年之前就已经死去。凯云，谢谢你陪我走最后一程，我很快乐，所以你也要快乐，好吗？好，我都答应你。也不准偷偷哭。我才没有呢。凯云，我最近常常觉得自己飘在半空，看着你哭，你呀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想抱住你，可是做不到，只能浮在半空里，眼睁睁地看着。我的凯云啊，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？以后我死了，凯云也要这么哭吗？陆檀，30岁生辰，安康。老夫人，大爷最近灵魂出体越来越频繁，身体已经到极限了，可以准备姻亲了。我知道了，开云丫头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愿意嫁给大爷？我愿意。你果然是个好的，也不枉檀儿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放你自由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早就说了，他说若是他走了，不许困住你。你走吧。不，我不走，他就是我夫君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这一生，只有他把我当人看，是他教会了我什么叫活着，是陆檀教会了我什么叫爱。我爱他，我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，成为他的妻子。好孩子，有你这番话就够了。檀儿他珍重你，不忍心看你自苦，你就听他的吧。怎么会苦呢？我与陆檀相伴良久，这段回忆的甜已经足够我用余生回味。陆檀，我们曾约好要去扬州做对有田有钱的闲人夫妻，现在终于能实现了。陆檀，你醒了。凯云，我在。凯云，你的名字真好听。开得重山去，唤雨浮云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开云是个好名字。云的寿命很长，漂洋过海，看尽世间疾苦，最后淡然而过。人也一样。
你能在长命百岁的人生中爱过我这几年，我已经知足。宋开云，继续往前走。不要丢下我，陆太！我是在做梦，还是已经死了？大爷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开云丫头，我就知道你是檀儿命里的贵人啊！什么意思？开云，恭喜大夫人，你有喜了！大爷命不该绝，大夫人有了身孕，母子连心，把大爷的魂魄又拽回来了。陆檀康复了。是，这不是梦，你也没有死，而是我的病好了。开云，这一生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